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要来验证谁是铁粉的时刻了。马上就要有奖征答。在2021年10月2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傅做了一个作品，然后用了将近1整罐的蝴蝶牌补土去修磨。请问是哪一位师傅做了哪一个作品，然后用了这么多的蝴蝶牌补土？我们现在开始猜，然后猜中的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喷笔1把。哪一支喷笔？JM00，哇，很顶呢。不知道各位现在猜中了没有？我觉得如果是铁粉的话，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猜中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猜不中呢，不好意思，我们节目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欢迎布莱达。嗨，大家好，我是布莱达。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开箱。哇，这个耗时，其实没有耗时1年了，中间断断续续的。那我想问，上次这一罐蝴蝶牌补土吃完1罐以后，你还有继续吃吗？没有啊，这个不好吃。这不好吃。对啊。大家真的不要吃哎！我们有一天拍了一张照片，喂黑胶给阿志，那个只是假装，不要真拿去洗啊。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布莱达师傅这个呕心沥血之作。就这边有一些小东西，所以我们就叫盾牌，光这个盾牌就让人家很震惊了。盾牌背面的斧头。哦，哇，这好像古神木，古时候的神木啊。右手。哇，好有质感哦！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开始特写，你看，每次都起鸡皮疙瘩。每次都起鸡皮疙瘩啊！你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这么厉害，我也没办法。这是骨架这以后是看不到的就做成这样子它只有2个拳头，所以这把斧头它是没有办法。那它脚掌的这个部分跟骨架是连在一起。现在我们还在拿的大部分都还是骨架的部分而已。对，总共有3大盒，现在只是拿其中的第1盒。哇，阿志，你现在知道你跟师傅的差别在哪里吗？我们这个工作室本来是此生再也不接 GC 死人的单，为了你，我们再接一台给你做好。不用。那刚刚看到的那一些呢，基本上都是骨架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请布莱达师傅帮我们介绍一下，光针对这次的骨架你大概做了哪些处理？骨架的部分的话，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这台是全 GK 的套件，所以骨架一定要让它就是密合度够，然后让它够稳，它不会整只站起来之后整个散掉，这是最大要处理的问题。那当然它就是因为一些变形收缩的关系，造型上要做一些修正才做得起来。他讲这么轻松的几句话，其实这里面是非常多痛苦的。如果大家知道他一开始这个有一些有照片啊，这个零件它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只能用7产5笔，左右不对称，然后东缺西缺，然后连形状可能都是有很多错误。就是像这边连接的地方就打了非常多的桩，然后这些看到一些不太平的面，这都是用补土，没有，都是用补土下去增厚过，让它2个零件可以结合到的面，这样子才装得起来。不然它2个零件接不到，光打桩也是没有用，不够稳。大家可以想象，一开始就已经这个模子有多么的精密。尤其是像它背后的感应炮的那个装备也很大，这个身体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骨架这边，这个如果不稳的话，它就是会从这边整个这样往后倒。那腰也是会整个断掉，对，它也是会整个这样往后垂，所以这个部分的就是紧密度是非常重要的。哇，那像胸部这一块啊，这边的这个类似油压杆的部分，然后这一块小零件，这全部都是挖掉，整个全部重做。然后像肩膀这边的话，它这一块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这边也是另外用胶板做一些细节。好像它腰这边这2块比较白色的零件，当然它因为也是起伏比较大，但是因为凹下去的地方也都有很多的可能是分膜线或什么的，像这一块也都是把它先整个全部切掉，外面的造型再把它重做再贴回去。
那接下来就是它腰屁股后面这一块的这个后裙甲。那因为莎莎比的这个后裙甲算是因为很大一块，它蛮大的一个特色。当初结构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块裙甲其实蛮重的，但是它借我重看看。哦，这还没有装外面那一块。对，它这样子已经很有跟我手掌一样大。但是它只有这么小一个卡榫接点接在身体上，对，所以打桩的方式也是要从横向这样子打过去，让它就是撑住，才不会到时候整个屁股这样掉下来。对，其实它分件分的有些也还算不错，这边这一块，然后再是可以这样子扣上来，然后它其实卡榫它都是蛮多个方向去把它扣住，让它不会掉下来散掉。这次的这个骨架上面这些细节也是整个全部处理过，不然它不可能一开始这么工整，对不对？对啊，因为像这一面它其实原本就都有收缩，对，然后这些边缘其实这每一块也都要再把它稍微修整一下。这个是你铲掉重贴还是？这个当然是没有，这个部分没有变形的那么夸张，所以不需要整个铲掉重贴。对啊，这个里面我觉得它是本来就这么薄，也是一样，就是会有很多分膜线错磨那些什么的。这边基本上客人看不到的死角全部都有处理。其实像它中间这一个部分啊，它是分了蛮多零件的，这些它全部都是有分开，然后它这个是这个方向装，这边是这个方向装，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个不同的方向去合起来，但是也是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某一些零件、某一些方向会对不太起来，会干涉。对，那也是都要把它稍微修正到每一个方向都可以合得进去之后，它才可以像这样子每一个零件，然后装起来很上下中间这一块，它也是反过来倒扣在下面这边。对，那中间只要有几个零件如果错掉，这整块就装不起来。所以这一次，以往我们看到这种地狱级的 GK， 都会以为它只是那种翻模的时候旁边有很明显的这种断槽。这次更惨的就是它基本上会有很多的错位跟干涉。那错位跟干涉，如果你没有做处理，装起来那只莎莎比就会是歪的。应该说它本来设计的还不错，对，但是因为翻模上的问题，反而让它变得更复杂。设计是很棒的，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说这个系列出来的都是神物。如果照它的那个设计的，就是上下左右这样互相扣卡，扣完之后就蛮稳固的。但是在翻模的时候变形跟收缩，反而让它变得整个装不起来。就是生产端要加油，但是设计师很强。好，那我们来讲下一个零件。那接下来是它手部的骨架，肩膀这个部分。肩膀上部的这一块啊，它的造型其实蛮漂亮、蛮细节、蛮丰富的，层次很多。但是同样的，因为它这些不同的这些角度，那每一个面收缩其实都很明显。然后它上面的这些造型，旁边的这些也都是糊掉的。所以像这种零件这一块也是切掉重做的。然后接下来再接到它下面这边。像这一块零件，这个也是切掉重做，圆形的这些部分，因为都会变形，然后在它的一些零件的死角里面，那些分膜线或者是一些收缩，也都是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就都是整个切掉重做比较快。那它的这个手的话，它其实是固定的零件，但它这边这个关节是不能动的，只有这边可以这样子转。那这个活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就是偶尔可以把玩一下。像它原本的这个光剑的剑柄这边，那因为它其实也不能抽出来，对，所以这个也是用胶棒把它重做，然后做实的。因为一开始不可能这么直这么工整，就是这个圆它一定是很严重的错位。然后像它有一些零件，譬如说这一块这边，它原本也是有很多收缩啊，或者是料溢出来啊，反正一些很大的缺陷。那这边因为也是很没有办法打磨，所以也是一样，这边这一块也是额外把它切掉，这边再多做一个分件，让我们可以处理这边的这些细节，不然它这边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平。其实这里这个小细节，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不讲，客户都不知道。就为了帮他打磨好这个平面，是整个零件是这样。它本来这一块跟这个是同一个零件，对。然后为了让它可以处理到我们没有办法打磨的细节，额外的把它做分件处理。那这个时间上就会拖得很长，应该是说这个时间上就会花上好几倍的这个时间，才可以把你一个平面打磨，而且这个平面以后装上外壳可能是看不到的。
然后像他的这个手啊，他也是拿着，这右手他是拿枪手，他那把枪其实也很大，也蛮重的。那他原本其实就只有一个很松的这个 PC 引键，对，拿着枪的话，这整只手就会这样掉下来。对，而且他的这个卡榫长度也是不够的，对，原本是接不到底的，所以这边也是给他打了一个比较粗的桩，让他可以拿得住他的枪。这个脚的话，它原本还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骨关节这边要支撑它整个上半身的重量，但是它骨关节连接身体的这个关节的话，原本是只有就是这一块的。那我是觉得它这一块又会有一点扁扁的，因为它蛮薄的，对，它站着的时候这一块会被压到，就是有点往上撑，所以这下面这一块是我自己做的，把它加厚加固，让它可以就是这边站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往外撑开。这个骨质疏松要换的那个，老人家常常要换那个髋关节。然后像它这整只脚的话，它其实上上下下分了非常多节，这边可以猜一下，中间这块其实也都还是有在分一节。那像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汽车辅助填增厚的痕迹，不然它原本也都是有很大的间隙，就很多地方面跟面是接不到一起。那因为光打一根桩也是一样，它整只所以前后两个让它在这样子动的时候，不会增加各个方向不同的支撑力。像它原本有一些膝盖关节的话，这几块还有这一块，因为它原本的分膜线就很豪迈的从这边这样正中间这样开过来，然后还有断叉，所以像这些也都是要整个切掉，把整个面全部补平之后再把它接回来。对啊，那像这块零件也是。这边这个颜色比较浅灰色的部分也是一样，整个把它切掉，把旁边这边的收缩全部补平之后，然后再把这一块这样子接回来。那像这个圆形的里面，它本来也是有很明显的落差、断差，那个就不补了，直接我们贴一个蚀刻片把它盖住。那像这一块这个造型也是一样，先切掉，把这整个面补平之后，再把它填回来。真的，你的这个骨架的每一个平面，它真的是平面的。很多人这个都是整个都是缩的，每一个平面全部都是平面的。其实这个部分不把它补平也是做得起来的。对，如果是收缩的部分的话，是不影响到组装的。对，但它其实还是有一部分会露出来的。对，会露一点出来的。而且当初是你说骨架要先把它对完整的介绍，因为想说大家会特别看骨架，所以就把它做的比较。今生所造诸恶业，皆因过往贪嗔痴。我那时候就是贪心，就是想说，这个骨架设计的这么漂亮，我们应该把骨架做起来给客人看，然后看完骨架做的这么好，再把外壳套起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工程比我们想象中的浩大10倍、100倍，真的，只因为多讲了一句话。骨架给你先看一下。如果这些骨架没有去把它每一个面都补平，然后它的这些 C 面、这些 R 角，其实也全部都有修过。如果这些不做的话，就会快蛮多的，快很多，至少省了1半以上的时间。然后像它脚踝这边的话，它也是一样，当初它这边啊，它这是一个这个半弧形的这个，它并没有告诉你。你要从哪个角度插在哪里？而且它也没有卡榫，它就是这样一个弧形配一个这样子，所以你原本装上去，它就是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转的。这个在英文叫做 up to you， 由你决定。可是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你也不可能两只脚如果让它立成这样子的话，那根本也接不到啊。对，所以你还是得自己想办法把它调到正确的角度。对，那我们就试了，你能看到有些洞上面没有装，那就是。当初试的时候，后来发现这个角度不对，后来才改了别的桩，最后定位这样子，大概有一个斜度。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一块啊，设计的我觉得这有一点不是很好，因为它这块其实不厚，它里面原本当初它是垂直装上去的，对，它的卡榫大概也只有这么深。我们如果垂直的把它打桩这样打下去，对，它站起来之后这一块一定会被背后的重量往后翘，所以后来我把前面这边切掉，然后这边一根桩就是伸进去，用这一块的力量来勾住它，让它不会往后。用这个大块的。对。哇，这真的是有够难的。其实也有可能，如果把它全部粘死的话，说不定就固定得住。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对，粘住瞬间胶，因为它这是 GK 嘛，瞬间胶并不能保证它一定受到冲击之后它不会就是裂开，所以还是能用打桩的状况就完全把它固定是最好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就是当初啊，可能
这样子，现在是一样高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一块的零件长度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像你看它这2个就不平。如果我们把膝关节对在一起，2个长度就不一样。对，但是你如果把就是最下面跟最上面，它2只脚是一样长的哦，但是它中间的这些每一块零件的长度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但是最后组完之后，2只脚是一样长的。我觉得你一定要特写，你看我汗毛都竖起来，这是什么工艺啊？从1到10没有一个零件一样大，可是1到10累积起来的这个高度长度是一样的，金氏世界纪录。骨架部分好像说的差不多。骨架部分，因为它的背包是没有骨架的，背包因为太重，所以整个是空心的，所以其他的骨架的话就是头手成骨架这样。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你上色的这个手法，因为这个除了刚才结构讲的很难做以外，这个上色光看骨架它就是一件作品，真的。因为这次零件这个上色的要求的话，根据客人的需求，我们是做有一点旧化的。那骨架的部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先打黑色底，然后用一些不同色调的灰色、深浅，就是来营造出各种不同的零件它的差异性。如果说这一块的话，对这一块，然后我们还有这一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颜色。然后在一些细节的话，我们就再用金属色，可能搭配遮盖或笔涂，然后来做一些点缀这样子。所以光一个这个零件上面，其实你就处理了4、5种灰色，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是做了一些干扫，就是整个喷完阴影高光之后，再用黑褐色做一次wash，那整个洗完之后再做干扫，那干扫完之后呢，也有在做一部分的就是掉漆的处理这样子，我们一样有点一些掉漆，那我们做一些wash，做出这个留痕，然后在边缘的部分做一些干扫，再做一些掉漆的效果。那因为它零件够大，所以其实看起来就会蛮丰富的。那包含一些这个外露，这个应该是到时候会有一些外露，对不对？所以你还有做一些水贴的处理。对，那骨架的部分的话，水贴是没有全部整个贴啊，就看到有贴的部分，大概都是之后会露出来的地方，稍微贴一些这样子。外壳的部分才贴的比较多。真的很漂亮，借我说一下，虽然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看我就觉得很帅，就是像它这里有没有这个散热叶片啊，然后跟这个框，它就有很明显的区分出2个区块，然后把这个层次拉出来。那以往我们自己在做又这么难做的模子，可能这一块我们就会整个喷一样的灰色，有喷就好了，甚至我整个骨架都会是一样的颜色。所以光这个细节上的这些分色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制作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应该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上色很多层次吧，很有质感，对不对？很多哈。那像它手的这个部分的话，它有像这个喷嘴，它喷嘴都有做一个这个筒状的这个结构。那因为它本身有分层，所以我们也就帮它做了一些分色。然后它喷嘴的内构也有做一些渐层跟分色的处理。然后像这些油压管的地方也都有做一些分色。这个比较不是很明显的地方，它既然它造型有做了，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造型也顺便做一些分色，这样子。连这个这么小颗的也有在帮它再做点缀啊。其实这几个这小颗也都是全部切掉，后来另外补上去的。它本来也是整个都糊掉的。对。像它这个关节这里面这一块，因为它其实是有分件的，对，所以我们也是有另外有做分色这样子。然后像这一块，它其实本来这2个零件它其实本来是同一块的，但是因为它官方做力，它这一块它有特别把它做成比较浅的颜色，这边会露出来，所以我就配合官方的做力，跟它做一样的配色这样子。哇！而且像这个手指节，也处理得很有质感。我觉得这个手指非常的立体感很强。它的手掌其实很薄，这一块有点薄。对，当初本来有想要不要修改，但是怕改了之后会影响到它整体的比例，所以就照着它原本的设计这样下去做。它的原本这个指节其实它原本有一些这个比较糊掉的细节，但是因为这边这个造型很难完全把它修整过来，那所以我们就靠涂装的时候
这边做一些分色，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明显。哦，对啊，所以我才说它立体感很强，因为你连这个露出来的那个部分跟外壳其实还是有做了一个颜色上的区别。那因为这边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颜色做出来，然后这边我们做一些比较重的墨线把它盖住的话，像它这边其实有一些它的边缘不是那么的平整，就会比较明显。对，那一些修模没有办法修到很漂亮的状况，我们可以用涂装把它做一些掩盖这样子。那像这个脚的内构的部分的话，像它这个大腿的话，这边这个是一整块零件，那我们这边还是有给它做一些不一样的颜色。那因为其实它这个零件够大，那我们因为有做就是底色跟高光的涂装，所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这一块这分色我是没有做遮盖的。哦，直接喷。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就是直接喷，那我们细喷不要喷到旁边，就可以不用做遮盖。像这块这个零件这边有这样这个分色，其实这也没有做遮盖。这边这也是直接喷，然后这边用笔涂的稍微补一下。它零件够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有都织布的方法做出来。像这个也没有遮盖这一块。因为它的零件比较泛面积比较大，我们喷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可以省一些时间。像它这个油压杆的部分，它虽然不能动了，它是做实的，但是因为它有分件，所以我们也都帮它做了分色这样子。对，其实连这个看起来是黑色的零件，里面都很有质感。这个我觉得大概也可以提一下。其实也就是黑色打完之后，然后用深灰、浅灰做一点不同颜色的高光，然后一样就是挖取干扫掉漆。因为这一块黑色它是会整个会露出来的，所以处理的部分会比旁边的之后会被盖起来的内构稍微多一些步骤。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花一点点时间让各位观众先单独欣赏一下每一个区块到底做的有多么的用心，然后我们也把它组装起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欣赏完骨架的部分已经非常震惊了，再来就是外壳的部分了。那再慢慢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好，那因为外壳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现在请布莱达师傅帮我们挑出一些这个精选，算精选吧，就是比较一些特别处理过的零件，然后来分享给大家有做了什么处理这样。因为当初这个客人啊，他有要求我们要增加一些刻线，因为这台它虽然零件表面大，但是有一些它表面的设计，就是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一般流行的来看是略素了一些，所以像是我们这边就有新增一些的刻线这一条，那当然还有像它这个糊状的这东西这一块也是切掉重新做的，然后装甲的里面也是有做分色这样子。那像这个的话也是有另外做了一些细节的这个造型，然后这边有类似RG跟卡板的那样子，把它做一个镂空，然后再做一个造型，让它侧边看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哦，所以这块你是削掉，对对对，然后再自己做这个板子。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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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是这个结构其实跟RG很像，但是很帅啊。哎，那这块这个刻线也是另外刻出来的。哎，这个刻线它本来有好像这一段。然后旁边这边还有连另外一条，但是因为它这个弧形，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顺的一个弧面，所以为了修它的这个曲线，那我又把它的
我忘记是哪边有一条线，我把它填掉，然后把这边这样子连起来。这里是本来就有的，这边我有做过一些修改。对，它本来这边也还有一个造型，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没做好，还是翻模的时候歪掉，凸起来一个东西不在中间，然后我也是把它顺便填平，换成这样子的这个造型。这个就算很多，而且这个我们从后面看观众看不到的，这边也都有做很仔细的分色。这一块其实是 HG 夜莺的零件杀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有点空。虽然从正面看不到，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后面往前看的时候，这里会有一点露出来，找一个形状差不多的零件把这边稍微挡一下，这样子。就是我上次做了一台夜莺，然后因为我每次做作品零件一定会遗失或者是做坏，所以我通常就会有就是之前那只魂动红的那只，对，那只有剩一些零件，对啊，通常都丢掉。然后那个布莱达就捡一些他觉得看起来很有特色、很有造型的零件，用在对的地方，这就蛮厉害的。我捡来都没有用啊。像身体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这边有稍微增加一些刻线，然后这边有挖掉肩膀这边，另外放一个小零件做造型。那这个的话也是模仿 RG 跟卡板那个感觉，这边还有一片小小的那个天线板，那因为现在还没组装起来，那个怕折断，所以现在还没有装。然后这边的话，它原本是有做它 GK 造型，有做那网状的那个，但是因为这个边的话，它有非常多的气泡，那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就是把它整个挖掉，然后里面贴这个，贴金属网，然后正面看起来也是一样镂空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的金属网。对，我们钢魂有出一系列的这个不同的开孔方式所以你们可以去挑你们需要用的，像这种应用方式就很棒。而且还有，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刚刚有讲胸部有一个地方有特别提到有分色，那边的话其实镂空进去是看得到。就是骨架分色，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虽然它这边是朝下的，要从下往上看的时候才看得到，但是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其实说不定会被看到。这个作品真的是抡印抡到都很多东西。然后这一块的话也是一样，这边有新增了一些刻线，然后除了平面的刻线之外，还有做一些凹槽，比较类似、比较有立体感的造型，好像内层装甲露出来。对，然后这边的话，这一块有稍微垫胶板，让它有一点点的起伏。虽然看起来是平的，但是它有一点弧度。对，所以没有办法做得太厚。那这边的话，它的这两个喷射口其实本来跟旁边的这个缝是很大，那会有一点不太好看，所以我就把它有补起来，让它这边变得比较实一点。然后像这一块挖啦，然后这边贴一个这个蚀刻片，当然这个蚀刻片它没有专属的，这个蚀刻片是从 HG 夜莺的蚀刻片转过来用。这边的话，它其实原本也有类似一些这个造型，那因为也是一样，旁边它有点变形，所以先把它切掉，然后之后再另外会再把它贴回去。我这里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阶梯相机。这个是我当时为了改阶梯相机画的这个3D 改套，没想到它装在莎莎比上面也是很漂亮的。它比例差不多，72分之一跟60分之一，其实比例没有差太多，有些零件是可以通用的。这一块的话也是一样，有增加这个刻线。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有用刻线刀不同的宽度，把它刻出有一点类似排气口的这个造型。那这个也是这个没有，这个也是蚀刻片，这个也是 HG 夜莺的蚀刻片。我们刻一个差不多宽度的凹槽，稍微量一下，然后再把它塞进去，对，效果就蛮好的。对，比一整片原来是竖的时候一定帅很多。因为像这边这个这么细，我们说真的要刻线，你要把它刻成等距的宽度，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你稍微刻歪1、2个就不太好看。对，那我们找适当的蚀刻片，很多蚀刻片也不一定要专用的，只要大小效果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子用。那这块的话就是腰前面的部分，它原本这一面都是平的，我们这边有加一个凸起来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点参考那个佘先生的 GK 的改套的那个造型，我觉得很漂亮，就用的差不多的造型。然后这一块也是，因为它这边原本是没有东西，对，这边贴一个用胶板做一个造型，这样贴上来。然后这里这2块也是稍微。这是用挖的还是用挖的？然后用刻线刀找出一个造型。那它这边它有做成可以开但是它开了，其实硬要开下来，这边这个会挡住，会刮气。但是因为又怕它会掉下来，所以我这边我有做了一个磁铁。不然它可能就会这样子开的。对，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刻线刀的尺寸要做什么，这就是一个宽刀的应用范例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
都是这种细线。如果你只买点1.5或者是点2，你大概就会做一条这样的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譬如说0.8还是1.0，然后在2个平面做了一个凹槽，那你就会感觉这个装甲是有2层以上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宽刀的一个使用方式，只是你做得很好，被我拿来讲一下。像这个地方，跟刚才我们裙甲那一片，我个人的习惯啦，在装甲转折的地方，你做一个这样子的造型，就从不同的面都可以看得到，会比你细节只做在同一个平面上效果来得好。对。那这个肩甲的话也是一样，有增加这个刻线，那一样有细线、宽线，然后一样有用宽刀刻这个斜料的造型出来。对。那它这一款当初的设计啊，它有很多这种圆形的，看起来像小喷射口的这个造型。那它其实要么就是不圆，要么就是糊掉，要么就是这个洞没有在正中心。所以像是这个啊，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啊，还有像是这个部分啊，基本上我都是挖掉重做。那因为这个大小的洞非常多，就是像这样子挖成这样一个空洞。那我们有另外用3D 列印做了量产了这个小的这个喷嘴的造型。这你自己画的吗？对呀。这个洞事先把它打好的话，这样把它塞进来，这样效果就很好。而且也不用分色，也不用做遮盖。你当时画的时候就画好阶梯了，所以对，因为它有立体感就出来了，而且又很好装。其实装的话是这个要固定那个深度，所以我每钻这个洞的时候，钻的时候都有量好那个深度，然后不能太深，装太深塞着就会塞到底，不然会凸出来。钻洞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那个深度，每一颗塞进来的话，效果就会不错。哇，那我们来卖这个好了啦，看一下。哇，这一排多少颗啊？5，然后10，哇，这么小有50颗哎！可是这一台已经用掉一整片这样子了，就50颗，所以已经用掉60-70颗了吧？可是那一整台也就用这样2片，那我们两片卖你们100块就好。那像它这个块的话，就是肩甲上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肩甲跟这边它其实零件是不太合的。对，这块跟这块应该不是同一组了，所以现在这边看起来有点歪歪的。那当初为了修，要让它这每一个角都有对到的话，也是，而且有4边，也是调整了蛮长一段时间。那一样的话，这边也是跟刚才跟我们一样塞的那个小改套，然后再有做这个刻线，然后有帮它做分色，然后这个平面的话，它也是这边零件有接起来的地方，这一小块这个也是我挖掉之后自己加的细节，有一个结构感，好像它可以打开一样。然后这边也是莎莎比常常有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条纹嘛，那这一条它因为这里面原本也是很多气泡那些什么的，所以这个也是铲掉，重新用 AP 布做一块。这一块是用滚的，然后捏出这个样子，然后顺便做个分色这样子。我这一台主要就是有分3个颜色的红色这样子。我觉得不好意思，我又想补充。虽然我的废话是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我们没有讲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影片？他可能会以为他买到的 GK 就是长这个样子，只要你不讲，他都不知道这个线是刻出来的，然后这个细节是用土捏出来的，甚至他以为这个打开就是会有这样3个颜色。我跟你讲，如果有些人不知道这是组装模型或者是 GK 的话，这个东西都是用手慢慢切、慢慢粘、慢慢贴，才有这样子累积出来的成果，真的好强哦！我只能用赞叹。赞叹师。手的话，这个是它就是腕甲的部分，那一样反正就是有加一些刻线，然后塞这个小改套，然后分色。那这只手的话是他拿枪的那只手，它原本这边是一整个零件的，但是它的扳机的那个握柄，它有点长，所以它如果直接拿在手上的话，是会抵到这里的。然后要么就是要把这一块往外装一点，但是往外装一点的话，它的这边就又接不到它原本的那个造型。所以我个人是把它这一块切开来，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可动，哇塞，让它可以这样移下来。原本是这样子，其实就差一点点距离，但是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装到底，然后它的握把的部分就可以靠在这边。而且这样子就帅很多，我最喜欢这种开甲。超赞！这个也是我画的那一个，然后你拿来改吗？不是，这个是胶的，对，这个是胶板。另外一边因为不用动，所以我就贴了一个你画的那个。那这个是腰旁边接动力管的零件，那这本来也是一个零件，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这个面，然后再加上这里面当初也是很多地方都反正要么就是分膜线，要么就是缺肉之类的，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把它做了分件，对，切开来，可以让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面都处理得比较漂亮，再把它装回来。那这里是接弹簧管的部分，原本这边因为它是圆形的，也一样不圆，中间这内圈的部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气泡之类的，所以这边也是切掉，然后用胶管重新把它这个造型做出来，然后顺便做个分色这样子。我觉得这块好适合拿来做面试哦。就是我们应该当时那个烂件，这个烂件应该多翻几个，然后只要能把烂件处理成你这个样子的人，才有机会入选我们 MAD 的模型师。这里面包含很多技术，要分件，然后要会切管，然后会贴平，然后对称。看到是小小一个，以后我们就卖烂件，让大家来练习。其实确实这一些很多技术经验都是从以前做很烂的翻补件累积出来的。对，不像现在大家这么幸福，3D 炼件的稳定度现在已经越来越高，然后现在的翻件也整个品质都一直往上。那有一个洞竟然要叫我们补件，有一个洞挖开填胶磨平，好吗？那个线上课程不都有教？对，大家可以去报名线上课。这个就是腰屁股后面那一块，哇，最大块的，一样。这个造型是它原本就有的。对。那这边有把它这个刻线就稍微加一下，然后再做个分色。这一块它因为大，它当初变形的蛮严重的。这边的这个角啊，其实当初是整个几乎是切平的这一整个面，就是有用补土把它修整到是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弧面这样子。哇，真的好恐怖哦！这边的涂装还蛮漂亮的，我好喜欢这里这一块的这个密度。就是我觉得你掌握这种涂装的密度掌握的特别好。譬如说这边是比较干净的，然后这边有出一个小块，其实这边还会贴一个东西。有做一个，大概2块拼起来之后才会贴上去，所以现在这边还没有。那至于你说，因为这边有做一个这个有贴一个贴纸的部分，这个贴纸要感谢阿志的支援，这个是我跟他从旧的1/60的巨根那边借过来的。因为这支的贴纸它很多都换了很久，对，其实已经都变色不太能贴了。然后因为它这个是红色的大面积嘛，对，那白色的字在这上面，对，会蛮明显的。因为比起红色这个颜色，我们在白色的这个颜色上做一些不同的效果，会看起来会更明显，更明显。那像除了那个贴纸之外，这一块，因为它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用专用水贴的话，它的体积其实也算蛮大的。那有一些我们平常用的贴纸有点小，所以像这里的话是钢混的贴纸，但是我们看这一块的话，其实这边这一张跟这边这一张，它是不同片里面附的水贴拼起来，让它看起来好像变成比较大张的一块。对。那有一些像这个就是 MAD 专用的那个水贴里面，它有附一些这种比较长条形的这个造型，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面把它贴上。对，我又要补充了，不好意思。你们那个买那个水贴哈，你们就真的是看，有时候有一些这一张有几张你要用的，你就要买起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水贴本，然后每一次就会针对这个零件它所需要的一个位置跟它的长度，然后挑出合适的。所以像这个水贴，我们就是会有很多张很多张，那你需要用的时候就不会少那么一张。所以男人的水贴本永远少一张水贴，跟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我跟你讲，女人现在不是少衣服，女人现在都是少包包。这里的话是它腋下的那一块装甲。巨石呢这一款它本来的设计是蛮有层次感的，它用了5个零件，然后可以拼凑出它的那一块装甲。但是它设计上这边是朝上的，那从这边它有一块零件把它这样接起来，那其实都会看得到结合的部分，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另外就是模仿了 MG 的，或者是跟 RG 他们都是一样这个造型的零件，那重新用 AB 补土做了一块零件来取代它的这个分件的方式。然后它的动力管的零件啊，它原本是有给 ABS 件的，但是它的 ABS 件会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是灌模的时候的问题，然后还会有一些气泡，然后再加上分膜线，然后它的中间的这个断差也是比较肉的造型。那它这个 ABS 件比较硬，比较不好处理，所以动力管的零件的话，就是一样用胶棒跟胶板重新把它做这个造型做出来，就不需要在这个零件每一个这样子处理打磨，会比较快一点。
这块是膝盖旁边的外面的装甲，当然这边看不太出来，但是它这个弧度原本应该是对着内构里面的关节部分那个造型，但是因为它当初也是因为有点变形，它的这个弧度也都要稍微再修过，不然装上去的时候可能它这个边边就会挡到里面的那个应该要露出来的关节的零件。这边也有再把它做一些调整，然后原本这外面也都是平的，然后我们有再就是加一些刻线，然后做个分色这样子。它这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从前面是会看得到的，所以内构它有刻线，我们也就沿着它这个刻线，把内构的颜色做一下区分这样子。这个是膝盖前面的装甲，一样我们有追加了一些刻线，然后原本这个变形的纽扣型的零件也是把它换掉，然后这一块它是一块零件，但是因为这边会有一点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做是不太好处理的，就是直接把它从中间切开，变成2块零件，我们比较好处理这边的这个部分。你是用什么切开的？为什么合起来完全没有缝？因为切开之后，其实两边再把它，因为它原本其实蛮大的，那我们稍微把它磨平一点，切的时候切得够平的话，其实就看不太出来。哇！你是用什么东西切10颗锯啊。哦，慢慢锯就对了。对，因为它沿着这一边，它原本就有这个线，对啊，就沿着一边这样子直接把它切开。OK。听起来真的很轻松。那这个是大腿侧边的装甲，那我们也是一样有追加一个这个刻线，对，然后也是一样有细线、宽线不一样这样子的分布。然后它的大腿是前后左右4片，后面有2片啊，这样组起来的。那其实它本来是组不太起来的，那这个边边都要再把它就是稍微做一下修正那个造型，这样子才做得起来。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很立体的结构，组合本来是设计的蛮好的，但是只要一变形，它很多不同片3、4片零件要互相对起来的时候，它那个修整上就会比较费工。哇，对，真的太辛苦了，人间炼狱啊！每一趴都会有一台。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会做，我们会做的人想象到做这些事情，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修正，不断的看到下一个又是这么烂，这个心里面根本就是煎熬，这是一种修行，你知道吗？反正睡一觉起来，明天继续就行。这块的话是脚板的那个外装甲，当然它这边它还有在贴别的，就是现在没有装，它原本有做。这个是自己加的刻线，刻到这边，因为这里会装一块装甲，所以就做到这边。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分色这样子。那这边也是这个线在刻的时候，就刻到它这个里面，就停下来。然后像这边呢，我们看它这个角这样子，这个皮其实也都是修整过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才会这么工整，这么对。然后像它这个面呢，它本来也是收缩的，每一个你看到这种大的平面就都是有收缩的。那我们在这上面填补这么大的收缩，我们可能用汽色补涂，可能用 AB 补涂，对，也可能用光固化，对。那补完这些之后，上面一定也都还会再有一些小细节要修整，所以可能会再用瞬间胶，对，去补一些细节。但是我们要在这上面刻线，对，还有这边有这个宽线，对。所以这一个面上面，它其实像这最边边一定是 GK 元件，对，中间可能是各种不同汽车补涂素材，然后上面还有一些瞬间胶。那我们在刻这个线的时候，你的刀子如果不够利的话，你在刻到不同的素材的时候，那边可能会崩掉。对，所以这边也是我们在那个叉叉叉的刀子出来之后，在处理这种有比较多不同素材在同一个面上的时候，才可以刻得这么漂亮。对，叉叉叉是我们 MAD 里面材料最好，然后硬度最高、最锋利的那一个系列。那当然它的价格也比较高。那你一开始入门可能会选比较便宜的钨钢刀，或者是这个 Light。这个练一练以后，其实你以后是做出这种等级的作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真的就都全部换叉叉。我们工作室现在几乎大家都用叉叉叉，因为它就是最硬、最好用、最锐利，用过就回去。对，品质也最高。那因为你们价格的考量，当然初学者想先体验，你有可能很快把叉叉叉弄坏，那你就先买便宜的回来练，练得差不多，你就可以升级。就像古时候的人学剑，一开始都要木剑，然后学一学就要去买倚天剑，太快了。那像它这个面，那也都是有把它整个全部修整过。它这里面原本有做一些阶梯状的造型，但是因为也是整个变形变掉，所以也是把它整个铲平，然后另外用脚板再做一些这个造型这样子。这里的外壳才占这个所有的零件里面的多少而已？
就你在这个肩胛的话，就是1/4啊，那这些就是各一片，对，另外一半。所以它全部摆出来应该有整个桌面这么多。可能因为有些零件很大片啊，还包含武器。你看我们光这样一小个区块，就让我们如此赞叹，这太恐怖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这台作品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要看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影片比较长。那观众你如果看累了，你也可以休息一下，明天继续来看这个后半段。那我们等一下要做完整的这个武器背包的解说，最后呢还会再把它装成成品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就请布莱达继续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看这个盾牌啊，它这一块它的面积其实蛮大的，它原本其实有一点点的造型，那再顺着它这个造型，我们这边有做了一些刻线，然后这个部分有用胶板这一块有在做一个立体点的造型，然后这边也是有加了一些刻线，然后还有一些短的宽线，然后再顺便做个分色的处理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这个急用的这个徽章啊，就是它这边这个线啊，在翻模的时候，其实里面都有那个皱褶那个波浪状的那个痕迹，那也是全部把它基本上是整个填起来，然后重刻，哇，然后再做它这个，再用遮盖做分色这样子。那它上面的这个尖刺的部分啊，其实本来是一块零件合在一起的，但是因为它原本是同一块零件的话，这边的这些曲面会很难修整，所以这块零件也是把它切下来，然后把这些面修平了，然后再打桩，再把它接回去。那盾牌的内侧的话，它本来是有做这些造型的，那就顺着它，然后我们这样再把它做个分色处理，看起来会比较丰富一点。那这块的话是它盾牌，就是接它的这个光束斧头，然后还有接本体的这个位置。那它这支光束斧的话，它原本也是一体的，但是因为它一样，如果一体的零件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会很难做处理，所以这边也是把它切开来，哇，全部做分件，然后把这边处理完之后，再把它装回去。那它这个重量这么重，到时候挂得上去？挂得上去，因为它的手其实是没有关节的哦，它其实是固定的。我好期待它等一下装起来，到底挂这么重的东西会怎么样啊？它右手还有枪，所以它有做一个勉强的一个重量分布。其实不管它右手有没有东西，你只要你的脚跟腰够稳，就算它右手没有拿东西，它也不会偏。对，那个影响不大。OK。那它套件本身是有附这个光束斧头的特效件，虽然它当初因为这支有点久，它本来其实已经有点泛黄了，对，但是还是有点透明的。那我们用就是透明绿，再把它喷到有点泛黄的透明件上，其实绿色还是发得出来，对，所以还是可以维持它透明的感觉。然后再用白色稍微做一点高光，看起来有在发热的样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款套件它只有附右手拿枪的手跟左手一个拳头，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拿这个把这把斧头拿下来握在手上的。所以它等于如果真的硬要装，就只是盾牌上面会直接发热这样子。可能不行啊，会插到地啊。对啊，手会举起来，所以那个光束的零件就蛮可惜的，还不知道怎么用场。送给收藏家做纪念。这个是就是莎莎比盾牌里面附的小飞弹，那它本来的这几个飞弹的这个叶片啊，那也是一样会变形收缩歪得很严重，所以这些叶片也是把它全部切掉，重新用胶板把它做回来。然后它的这个飞弹啊，在装在盾牌本体的部分，你如果用打桩的，它这个部分非常浅，会透出来，所以这边也是用磁铁让它可以直接这样吸上来，这种就不用打桩就可以固定住，它不会掉下来这样子。其实我很好奇，莎莎比这么厉害的机体，为什么会配这3颗炮？那个时候的流行啊，你看牛钢弹的盾牌里面也是，它盾牌的背面也是中间一个光束棒，前面飞几个小飞弹。但是这3颗可能只是警示而已，还是飞弹就真的是飞弹啊。哦，它在剧中有用到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那个时代，你看捷钢的盾牌里面也有飞弹，对啊，反正你能装的地方就装一点，临时总是会用得到。哦，偶尔有作用。那这支就是莎莎比的这把光束枪，它的这个平面的面积蛮大的，对，所以其实像是它原本有做一些分件啊，像是这个零件，这些是，然后这样这个弹夹，然后这个可以拆，它本来就是可以拆的。原本它是分了，就是这些小零件是可以拆，但是枪身的话，它原本是一体的。一体的。那我有把
也是一样，为了方便一些处理，从中间这边把它切掉。那这个弹夹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这边有凹凹凸凸，也不好打磨，这边也是切掉。它原本的像这个大平面一定也是收缩的非常严重，所以像这一块这个造型也是把它切掉，把整个面全部打磨完之后再把它贴回来。这一块这个凸起来的部分也是，不然的话，像它原本这种地方都是会有一个很大明显的一个斜角的收缩，那要把它处理得漂亮是比较不容易的。补充一下，这个真的已经是那种雕像等级的那种收藏品，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市面上雕像等级的东西表面是这么工整的。不管任何一个品牌，任何一个作品，如果我们收到这么大的作品的时候，通常那个所有的收缩、变形、内凹都是存在的。不相信你们去那种商场看到那些展品，你细看都不可能有这么工整的。然后也很多都是树脂翻件，真的看到这把枪，真的就知道我们布莱达师傅有多么用心的在处理这个。其实这一小块这个零件也是一样，把它切掉，然后这里面都铺平之后，这个立体感把它做出来再贴回去。其实这个零件也是重做，这一块没有重做啊，但是也是把它整个切起来，然后把这边这个面处理好之后，才贴回去，再把它贴回去这样。哇塞！然后顺便这个部分也就有做了一些分析，这样顺便。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好像就讲过，像它这个枪管这个枪口的部分，那因为它原本的圆柱零件就都变成是椭圆形的，所以这下面是它枪榴弹的枪管，还有原本光束枪的枪管，那这部分也都是把它切掉，然后用胶棒重做，然后顺便再把这个枪的内环也做出来，做个分色，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丰富一点。哇塞，这一把枪的工作量差不多可以做一盒饮品，有可能差不多的。这个是它的燃料管的部分，它本身这个管子就还不错，它用的是 PVC 的管子还是 ABS 的管子，总之不是树脂件，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处理。然后是空心的，重量也比较轻。然后它的我们这一块这个零件也是一样，它上面的这些小喷口一样是把它挖掉，然后换上我们自制的零件。那有一些其他的小圆形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换上刺刻片来做一些不一样的点缀。那我当初有做一些修改，是它尾端这边，它本来是一个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一个啾啾的这个造型，对，那我觉得不是很好看，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改成一个像喷射口的零件。那这个是当初我们那台大冰箱剩下来的，对，剩下来一些零件把它拼凑变成一个这样子喷嘴的造型。哇，这差好多哦！这要干嘛？这就管子的尾端一个塞子这样子拔掉，啵，燃料就会漏出来那样子。哦。那这个的话是背包中间的接续的那个机轴的这个部分，这个它有做出一些蛮漂亮的内构，但是这个面它也是一样会有很大的错磨。那为了把这些面都处理好，这个是它本来就有做的分件。这边的话，哇，全切。也没有到全切，切一半。它原本这边是一整块，那我们这边把它切开来，然后这边做一些处理。那这边这一块也是把它另外切开来做处理。然后它原本的设计就是比较可惜是，它只有做一个这个沟槽，然后可能就希望你沿着这个沟槽把它用水剪胶把它粘死。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强度会太差，所以我又用胶棒跟铜棒，就是自己做了一些卡榫来增加它的强度。然后它原本一个蛮奇怪的设计是，它这3个它大喷嘴的基座，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然后而且凸起来的基座上也是一样会错磨。然后像那样子的话，这个是非常难打磨的部分。那我也是把那个基座切掉。那这3颗也是那个大冰箱找来的零件，把它换上来当做喷嘴的底座这样子。哇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有打桩，它没有上胶，它也是蛮稳的，不会掉的。这盖子的部分的话，这一块那也是我们用刻线刀刻一个造型，然后再用不同宽度的刀子做出一个这个梯形的这个结构，这样子。这台真的好诱人。那这个的话是它感应炮的底座，背包的左右2侧，啊，这上面接感应炮。那这一个面的话，它本身原本它有做这样一条这个线，原本的这个洞我们也是一样把它挖掉，贴不同造型的补品。然后这个面比较平，那这一块零件也是大冰箱拆下来的零件，然后把它贴在这边做的一个造型的样子。
那这一块的话，它跟另外一个一样的问题，就是它原本是没有做卡榫的，但是它为了撑住凸起来，而且会往后延伸蛮长的那个感应炮的底座，所以为了增加它的强度，这边也是把它加了这个卡榫，它可以接得更坚固一点。那这边这个造型的话，它其实本来是就有做出来的，但是一样就是一些圆形小细节的部分，像这种的话，当然是有再重新刻过。这些小分嘴的部分也都是一样，是把它切掉。我们可以看到我是有镂空，然后重新再打一个零件进来这边，然后也是类似这种纽扣状的补品重新贴上去。一些小地方的话，就直接用笔涂来做一些点缀。真是太痛苦了。这个好像似曾相识。我也不知道，之前我在做那只 EXS 的改套的时候，它背后的大喷嘴似乎也是这个零件。哦，所以它共用膜。这个的话，它的外形其实细节还蛮漂亮的，但是它这中间有一些分膜线的部分，那我就是用宽刀稍微把它刮平处理一下。那凸起来的这些管线的部分也是用笔涂做一些分色。然后它的内侧啊，它原本的造型是像这样子，但是中间那几个小洞，它有的会有气泡卡在里面。这边的话就是找这个是夜莺的哦，之前那只混动红夜莺的喷嘴，那我们把这边装个卡榫，然后塞到里面，就可以做它里面的这个造型，不需要用它原本的这些小洞洞这样子。感应炮的部分的话，它原本这个炮口的部分，它是一个有点锥形，很像是挤番茄酱的头的那种番茄酱罐子那个头，然后上面也没有开孔，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射不出东西。所以就把它换成用空心的胶棒换成这个炮管的样子。然后旁边这个圈圈呢，这两层它也是 HG 夜莺的10颗片的喷嘴的内侧那个改套沙漏，对，然后就把它贴在这边。不然原本这边是空的，这样贴了2层，让它看起来比较有造型一些。然后这个感应炮的底座是可以这样打开的，哇！它里面这边的话，我们也都有就是做分色。虽然感应炮放上去之后，这里面其实就看不太到，但是在录的过程看得到，所以要录影。所以这边的话也是有帮它做一些颜色这样子。我觉得它这个好帅哦，就是这个装甲的厚度啊，就真的有那种机器人应该有的这种厚重感，就不会感觉很薄，很容易被打穿。就是这种保护性好像密度很高，还有这种层次都有露出来。就是我觉得巨石腾他们的设计很漂亮，就是内构有内构的细节，然后内构还有层次，然后装甲正背面一定都有东西，然后合起来的时候，它合起来也很美。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外壳的这些大的框架的拆件，然后每一个地方又有一些小细节的点缀，真的是很帅。然后再加上师傅这么好的手艺把它呈现出来。像它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顺着它原本有这个造型，然后做一些这个分色。那它的这个设计其实说真的不是很稳固了。它的这边其实它是这样子很浪的，对，它只是一个活动卡榫，对，它没有做其他的关节，所以它其实它是这样子很松的。照它原本设计的话，它这样子扣起来，其实它是不一定可以这样子合起来的。所以其实我这边是有装磁铁的。哦，哇！不然的话，其实它，你就算把它放平的有放到，你稍微歪一下，它另外一边它这边就会这样掉下去。对，所以我有装个磁铁让它这边扣住，这样可以固定住。这个零件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面蛮多不同的角度的，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也都是原本都是有收缩，或者是它这些每一个面的交汇点会错开，那我们都要重新把它打磨修正，让它变成一个看起来像是整体的零件。那现在大家看了这么多精彩的细节的介绍，一定非常期待我们把它装起来给大家看。那不是我们，是布莱大叔把这个我去装，等一下给它装坏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组装吧 ，Go！
不容易装起来了，我们来让那个布莱达帮我们解说一下，这次涂装啊，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手法？那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啊，阴影的地方是用比较深的紫色先带了阴影的部分，然后主色的红色的部分的话是调了3个颜色，一个比较深的，跟中间的这个主色红色，然后再一个比较浅的颜色来做搭配。阴影的部分是比较深的紫色，然后底色的部分的话有用了橘色跟白色2个不同的颜色，让它在红色的发色上会有一点点的落差，然后再类似这样子的高光的阴影跟把它喷涂完之后，那在我这边的话是用了黑褐色做字起。那因为我们如果单纯用褐色的话，它看起来会有一点脏脏的。那单纯只用黑色的话，它的整个颜色会变得太暗沉，所以我们是用了黑褐色来做了字洗。那字洗完之后，再用最浅的这个粉红色，或者甚至再浅一点没关系。那再喷涂一些不规则的高光的部分。喷完之后，那一些高光做的比较亮的部分，再稍微用透明红，再薄薄的喷一层。再让把它做一些缓和的部分。那这整个喷涂完之后，边缘的地方就是再做一些掉漆干烧。我觉得这个红色，仔细看它的层次，我觉得已经很接近那种电脑核绘累积很多层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程度的这种阴影啊，然后不同区块的这种亮度啊，它上面就很多层次啊，就是会有深的，然后直的、点状的，然后每个地方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面，它比较刚好是一个比较大的平面，对，所以你刚刚讲的点的、直的话，点的那个效果有的是喷出来的，那你看到这个直的话，那就是自洗的时候自洗的刷出来的，对啊，而且这个自洗完，我刚才有讲，我是先自洗过，对，然后再喷，然后所以它会有连自洗都有层次，所以会被叠在下面，会稍微比较自然一点。对啊，这才这样看起来，真的红色我觉得很难做的这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红。那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预计就是要会做3个颜色的渐层，但是因为这个颜色我们是自己调的，所以在调的时候是调了很多个颜色来试。那我们先把它喷出来之后，就可以这样子互相比对一样，看看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差异。这样子它的颜色大概这深、中、浅3个颜色，它中间的这个落差大概会有多少？我们这样子来试，会比单纯凭想象去调色会比较有依据。那最后调出来的是就是这样3个颜色。那虽然现在这样看起来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跟我们实际上看到这完全不一样，但也是因为我们在喷漆前预设它就是会做一些旧化。对，那因为旧化我们在做字洗的时候，那颜色的彩度会降低。那我们在喷高光的时候，颜色的明度会降低，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就是颜色可以先把它调得稍微鲜艳一点、饱和一点，才不会让我们之后整个做完旧化，整个颜色变得非常的暗沉这样子。那像这样子，这个颜色它的高光，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调它的高光？就是稍微加一层这个颜色然后这个的高光就稍微加一点，对这个所以它们也算是同色系之间的变化。因为高光没有打得很强烈，除了每一层的高光之外，最后用最浅的这个再调浅一点，就是不管是这3个颜色，其实都还有再用最浅的这个颜色再打一下高光，然后刚才有说会再用透明色再把它盖掉一点。对，所以其实像就算这个深红用这个浅的打了一点点高光，然后再用透明色再把它压回去的话，因为我刚刚说高光因为颜色会比较浅，彩度会比较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再用透明色稍微把它盖一下，可以把它的彩度再稍微拉回来一些。所以这几个红色累积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很突兀，就是会觉得它们非常的融洽，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手法。对，但是也要不能太融洽，融到看不出来，所以才会试了这么多颜色，然后去做我们看我们搭配是什么。对，因为红色其实真的是要做高光影旧化是非常难做的一个颜色，因为它本身很鲜艳、彩度很高的一个颜色，就很怕做完旧化之后，整个就变成褐色那样子。对。那其他的颜色也可以稍微说一下。
其他颜色其实就蛮少的。黄色的部分的话，就是橘色是底色，然后再用明黄色做主色，然后用柠檬黄，就是比较纯的黄色，再做最后的高光这样子。黑色的话，其实就是先打黑底，然后再用浅灰色的地方做一些不均匀的高光。那做完之后，一样再用透明的黑色把它再稍微压回来一些。如果单纯我们只用灰色做高光的话，黑色就会变得看起来就会灰灰的，没有那么黑。所以用透明色在最后去把我们之前做高光的彩度再把它拉回来，是一个蛮有用的方法。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看看。而且我觉得你的干扫的边都好锐利哦。这些零线啊，怎么可以这么就是很锐利啊？就是我们一般扫起来，它一定会跑出去很多，还是怎么样？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零线，之前在修磨的时候有把它的整个角度有修出来。哦。一般我们干扫会用比较扁的笔，不会用这种形状的笔。你要这样子用它的笔腹的地方去扫，你不能用笔尖这样子去扫，就一定会扫到旁边。哦。哇，不小心又透露了一招小技巧给你们。看完这个这么精彩的作品啊，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这种 GK 做的这么工整，我真的很难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完成的。那我们让师傅分享一下你在做这一台的这个心路历程，好不好？整个的过程呢，就是因为这一台当初蛮早就有接的，那中间又有插了一些其他的案子，感觉就做了很久很久。然后因为我说吧，有些东西就是有把它切掉，然后我们再重置，然后之后过了几个月，就发现这块零件，我切这块胶板不是要贴在哪里，自己都忘记了。这个总时间我们好像用了差不多2年，前后快差不多2年。本来是要先做那个预胶的海纽，对，然后才要做这一台。那时候因为疫情嘛，对，它那个就延期嘛，对，然后就先动了这一台，然后这台开始拼了一点点之后，就先做预胶的海纽，做了预胶的白饰，几乎所有的大案子布莱达都有份，所以真的很辛苦，都是用其他没有拍摄的时间来做它。最后我就问你了，有没有一种从人间炼狱走出来的感觉？就是去的地狱一趟，然后回来人间？其实也没有，也没有，因为它就是一直又回去用一下，又回来，回去又用一下。哦，所以平常也就有回来，有了很多次哦，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终于弄完。那如果你现在摸到 MG 的模型，会有什么感觉？就小，好小，就除了好小，没有觉得哇，怎么这么简单？这一块怎么没有变形？不用收缩这样。塑胶零件又是这样，我没做过，就习惯了。反正我觉得这部影片啊，虽然它很长，那你们可以分A、B、C 3段慢慢看。我觉得每一个零件我都可以讲一个故事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所以大家平常没有事的时候，就一直来回顾这个影片吧。那这一集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了，下次见，拜拜。